嘿，大家好，我是 A 想到那今天啊，大家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那這一天是什麼日子？那其實看到這個對手，如果大家認識他的話，他就是印尼的實況主 Reborn Gates ID， 就是人稱的 Dida， 應該是他的真名，我猜。那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啊，我們之前那個流量算是蠻高的系列實況主挑戰周終於來了。對，那其實啊，為什麼這次要重新辦那個實況主挑戰周？那是因為我看了以前那個數據啊，我發現這個大家似乎啊，真的很喜歡看這個實況主跟我打的一些機場比賽。那而且啊，我覺得這個實況主挑戰周啊，也是一個算是對於觀眾跟我那個頻道有一個互動成分的一個系列吧。就是大家可以一直的看我打那個同時啊，也是可以去猜，就是究竟呢，我心目中的這個實況主，就是你們啊，你們心目中的實況主究竟能不能打贏我，或者是我究竟能不能打贏你們心目中的實況主？對，我相信啊，有很多人心中都有這個的想法。那这是這個系列啊，就可以好好的滿足有這種想法的一些觀眾。那這個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印尼服到底有什麼實況主，是不是？這個其實我也是玩了很久，我才慢慢的認識這些人。那如果大家其實啊，第二點就是可以讓更多觀眾認識這個印尼服的不同實況主啊，例如說有一些是來自印尼本地的，有一些是來自泰國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來自香港的，就是我，对，就是我，因為香港實況主好像只有我而已。那就是這個些就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這些實況主。雖然這樣說，那但是我還是不會把一些實況主的一些連接放在那個我的頻道下面或者是留言區。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你是可以直接在那個留言區問，因為啊，根據傳統，我的那些觀眾或者是我啊，也是會回答你究竟那個實況主到底是誰。就是你想，例如說，這是你想問這個實況主是誰的話，下面留言，我或者是那些觀眾就會回答你。对，那這個就是辦這個實況主挑戰周兩大主要原因啊。那希望在未來的大概14天吧，對，這次的實況主挑戰就是比較長一點的。那未來的14天，我們都會打不同的印尼服實況主，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得開心。對，那這是我說的第一個話題。那第二個話題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頻道，其實斷斷續續啊，每個禮拜都會發3部這個會員頻道的影片。對，這次我就來推廣一下我的會員頻道。那這個禮拜啊，就是135是我發會員頻道影片的那個日子。那這個禮拜啊，我的一個會員影片會非常之精彩。那為什麼？因為啊，我會發一個是關於我打這個Efra，就是應該是 Evia， 應該這樣念 Efra， 應該是這樣念，就是那個印尼服公認的第一名。對，就是我會發3部135，分別3天都會發一部。這個有關於 Efra 的那個跟我打架的戰鬥影片，對，但是也是非常非常之精彩。那就是到底我跟這個印尼服公認的第一名打架，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就是可以加入我這個會員頻道，只需要10塊錢港幣，那台幣好像只要25塊而已，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匯率的問題。那總之啊，如果大家真的想看或者是想支持我的話，那歡迎加入我的會員頻道。對，那也是啊，會有非常多精彩的影片等你來看。對，那我們說那麼多，終於來到這個影片裡面了。那這是我們打這個對手，你可以看到，也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實況主玩家。就是很簡單，通常怎麼看一個人厲害，就是只要他抓到對面的破绽，就是例如說我現在這個破綻，那他就會直接開這個致命性的裝備把人抓住。例如說我剛才失手了，是他的 tap， 失手沒有把對面跪起來，那他直接給我這個 Timekeeper 衣服致命性裝備來把我收掉。哎呦，我這邊我失手了。那但是他那個收掉雖然說是收掉，但是因為他前期打的比較差一點，那血量差距實在是太大了。就算他把我致命性的抓住，他还是没能把我秒掉。但是他这個血量其實跟把我殺掉是沒有區別的。對 ，OK， 這邊呢來到第3回合啦。一開始他是先用這個惡魔，那惡魔啊也是舊時代的一隻
代表性英雄。那除了是一個代表性的英雄之外，那而且也代表他是一個很舊的玩家，因為通常用惡魔的玩家就是以前 Meta 嘛，很久以前，大概7到8年前之前，或者是更早以前的 Meta， 那到現在還在用的話，其實也不難的想到，他是一個非常之老舊的一個玩家。对，那但是經過版本的更迭啊，有更厲害的角色等着大家來使用。那阿哲啊，就是現在這個版本的 Meta。OK， 那阿哲啊，非常之厲害的 Hit and Run 英雄啊。那其實我是蠻期待這個新版本競技場的更新的，因為大家知道電網系統它的這個意義不在於防止其他玩家在這個場外飛，就是防止這個場外跑的一個行為啊，而且因為重大意義就是把這個戰鬥的區域收窄，那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對我來說就是可以防止 Hit and Run 玩家的那些走位的限制，对，就是他們的走位的那個位置會變得更少，所以會導致 Hit and Run 其實也是一個大的削弱啊，對於 Hit and Run 來說。那所以呢，我非常之期待。那阿哲啊，就是一支比較強的 Hit and Run 的英雄。那就算你用阿哲沒有那個 Hit and Run 的那個意識在，但是你在使用的途中也是會不知不覺間使用了出來那個 Hit and Run， 因為他的那個英雄設計就是這樣的設計，那是無可避免的。OK， 那這邊的話，那個血量已經拉到這個滿血，接近滿血對這個殘血啊，那也是一個不錯的情況對我來說。但是阿哲啊，如果他是有心不停避開攻擊的話，其實是非常之難抓到。对，所以的話，我操纵你說什麼？所以我聽過很多人說我操縱那個 Air Dash 那個自動追蹤，什麼重低自動追蹤非常厲害，但是對於機動性強的一些英雄來說，基本上他那個 Air Dash 那個自動追蹤也是抓不到人的。所以的話，為什麼那麼容易抓呢？是因為我用了很久那個英雄，所以導致我是比較擅長用不同的情況來抓而已，就不是這個英雄強。所以的話，哎呦，不錯。那這邊的話，他用的不錯。這個也是很多人會用來 counter 我的一個手段，就是因為我空中抓比較算是我的強項嘛，所以說很多人都會抓我那個空中印子，來用一些類似剛才那個僵屍衣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風紀頭盔來嘗試把我抓住。那不錯，那這個是個不錯的選擇啊。那這邊的話，很老越老換的這個防禦種，導致他的剛才那個 combo 雖然是很痛，但是也是因為防禦的關係沒有打我太多的血。哎呦，這邊可惜。那這邊我沒有看我自己的血啊，就我以為呢只顧着自己的那個無敵時間，那導致我沒有看自己的血，把配他收掉。那沒差，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他換了這個梅菲斯特，那就比較好打一點，因為梅菲斯特的那個機動性啊，其實沒有這個阿哲來的強啊，所以的話，對於我操縱來說是比較容易的能抓到對手。那但是他又換回這個阿哲了，所以的話，其實我覺得阿哲應該是要跟那個梅菲斯特一樣，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大家知道梅菲斯特這個英雄在以前為什麼那麼強，是因為他能量啊傳得非常之快，就是他就算不打敵人了，他的能量也是傳得很快。那當時的官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把這個能量變成你需要打到對手才能恢復起來，然後來進行這個攻擊，就是把這個梅菲斯特從這個 Hit and Run Hero 變成這個滾雪球英雄。那我覺得這個改動非常之合理。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也是昨天還是前天說了一句，官方好像已經把以前的那些平衡的方法都全都忘記了。就是阿哲，你的那個能量，如果真的要改平衡的話，你與其改一些什麼那個重低那個綠色的要求追蹤距離，那不如啊把這個 Hit and Run 的打法的英雄啊改成這個滾雪球類型英雄，就是你需要攻擊對手那個能量才會傳起來，然後你才能使用這個綠色能量球。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改動才可以真正意義上的解決阿哲太過於強勢這個問題啊，而且也是還可以解決這個很多人用阿哲來當這個 Hit and Run Hero 的一個打法。對，那其實在之後的影片啊，我會有一個非常之離譜的 Hit and Run 阿哲的影片來展示給大家看。那但是在這個實況組挑戰周完結之後才會展示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是可以期待一下。對，那這邊的話，那血量又拉到這個
2/5，3/2大戰這個殘血。那這邊的話又開始那個追逐行為了，我們又要開始這個。那阿哲也是覺得非常難做啊，所以的話，其實我打到比較後面一點，就是一些後面的素材，不是這個素材。我打阿哲啊，我有一次真的直接站在那邊不動，因為真的太累了。你說怎麼抓這樣的話？你要抓他，同時他有一個綠色籃球來保護自己，然後那個綠色籃球還是360度的，就是基本上你什麼都做不到。那這邊把他，哎呦，可以，那先把他這個頭盔先逼掉，哎呦，可惜。那但我們頭盔還有啊，雖然這樣說，但是這個時間又來到這個 DT 了，我們要爭取啊，在 TT 前把它收掉。那盡量快點抓，哎呦，可以。那他用技能了，那代表說破绽出来了。因為其實如果真的要打穩第一點，他只要把那個技能扣到 DT 再開的話，他那個勝率會比較大一點。對我來說，所以說他是算一個比較急一點，或者是 DT 也是跟我一樣沒什麼太大信心的一個玩家。對，那這邊把它打下去可以啊，打到這個第5回合，那大戰那個阿哲。OK， 那這邊繼續 spawn cam 吧 ，spawn cam 到2次，那不錯。那我們嘗試把它丟下去，哎呦，可以。那這個魔彈也是跟前所說，如果魔彈反 spawn cam 失敗的話，那他就承受非常之高的一個傷害。因為黑馬300攻打這個魔彈通常是魔彈是加攻擊跟 SD 嘛，那沒防禦的魔彈直接吃我黑馬300攻，那這個是一個毀天滅地的傷害。OK， 這邊也是啊，跟以前一樣，技能如果在前一階段我們比較頻繁抓到人的話，技能先用一些早快系列技能把人抓住。比如說我的快系列技就是兵法，那其他人的可能是那個神拳阿里的 SD 啊，就是那個靈元拳啊，那就也是啊，這個短 CD 其中的一個選擇。那剛才那個魔彈 SD 為什麼跪不到我？是因為啊，他應該是沒有把魔彈 SD 打勝一發，因為如果要做這個破防跟跪地功能的魔彈 SD， 他需要把魔彈的那個子彈啊打勝一發，然後再用 SD 才有那個跪地跟破防的效果。那但是他應該是沒做到。那這個血量的話，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啊。哎呦，可以。那因為我之前已經用過這招來嘗試把我收掉，所以說我打到後面其實一直有在提防他這一招。所以的話，這招我也是覺得非常之麻煩，跟這個風紀頭盔一樣。因為大家知道，風紀頭盔跟剛才那個僵屍衣服也是防裝防不了。對，就是如果你中了，基本上你就等着被對面宰，对，就這樣。在這邊把它直接操縱 SD 吧。那因為現在的話，因為這個情況，基本上就除了技能之外，各方面都有優勢。那我們就盡量把他的技能逼出來，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情況要做到事情。那這邊先用技能把它抓住，那嘗試一下把它射櫃，然後把它射下去。OK， 避蜜蜂也逼了。那這邊其實不用怕，因為他這個血量基本上就算我被他抓到了，他也無法把我從剛才那個血量啊達到直接把我殺死，所以他不用太擔心。那我們先等一下那個頭盔啊，那一邊進攻一邊避開了攻擊，然後頭盔等一下，哎呦可以。那這邊我還有頭盔就不用怕。OK， 不錯。那這邊的話，這個血量再抓他一次他就死了。OK， 那他應該完蛋了。